女儿在婚礼前夕遭遇车祸，导致双目失明，男方马上提出退婚，要回了彩礼。时隔不久，母亲在出去买菜的时候，莫名其妙就失踪了。家里只剩下了父女二人。这位父亲赵师德为了照顾失明之后情绪很不稳定的女儿赵阳，只好请了长假，在家照顾赵阳的生活起居。最主要是为了及时开导女儿，千万别再想不开，做出轻生的事情。可是赵师德就发现自己身为父亲，照顾女儿的日常生活多有不便，另外不工作，天天在家，没有经济收入，坐吃山空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于是跟女儿商量之后，打算到劳务市场找一位保姆来照顾赵阳的生活。结果没想到，一听说是照顾刚刚失明的盲人，人家都不愿意干。赵师德垂头丧气回到家，父女二人一筹莫展。几天后，父女俩正发愁呢，忽然有人打来电话，说是愿意到他家来当保姆，照顾失明的赵阳。原来这位是在几天前拒绝过赵师德，现在又想通了，这才来到赵师德的家，要做照顾赵阳的保姆。进屋一看，赵师德就是一愣，觉得这位保姆很年轻，也算是漂亮。不过就是有一点，当时在劳务市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注意，这会儿才发现这姑娘怎么有点阳刚之气的感觉，说话的声音也有点粗。转念一想，这也不错，找个身体壮实的保姆肯定能干。瞧这姑娘这个子挺高的，骨头架子也大，胳膊腿的也结实。赵师德很满意。姑娘，你叫吴真真是吧？吴真真点了点头。可赵师德和女儿赵阳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位保姆吴真真竟然是男扮女装，实际是个真真正正的男人。赵师德给新请的保姆安排好房间，又在家带着她熟悉了几天之后，放心了，把女儿赵阳和保姆吴真真留在家里，自己打起精神到单位开始上班。留在家里的女儿赵阳在保姆的照顾之下继续调养身体。保姆吴真真呢，也是尽职尽责，对赵阳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但是吴真真心里清楚，自己是男扮女装，真实的名字叫吴佳。因为应聘工作屡次受挫，这才突发奇想，认为女性找工作比较容易，于是偷偷拿了姐姐吴真真的身份证出来找工作。姐弟俩长得还非常相像，所以谁都没有看出来这个吴真真是个男的。赵阳在出车祸之前身体非常健康，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现在突然失明了，周围的世界一片黑暗。一是生活上不能很好的自理，另外精神上一时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经常喜怒无常。吴家很有耐心，不但把赵阳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很好，让赵阳逐渐提高了自理能力，而且每天都和风细雨地陪他聊天，使得赵阳慢慢地安静了下来，接受了失明的现实，内心平静了许多。为了不再拖累父亲，赵阳想到了发挥自己文学方面的长处，打算写小说赚钱。男扮女装的保姆吴佳答应了赵阳，愿意给他做誊稿人，就是赵阳口述，吴佳用笔记录。赵阳非常高兴，第一次搂住吴佳的脖子是哈哈大笑，开心极了。而吴佳却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儿身啊，而且经过长时间的相处，对赵阳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吴佳失眠了，翻来覆去的想，哎呀，要是一直这样装女人，迟早有一天得露馅儿啊，到时候赵师德父女俩会怎样看待我，周围的人会怎样看待我。
我的这种行为算不算违法呢？另外，姐姐也会很生气，很难过。对了，我应该回家去向姐姐坦白这件事情，求她帮我出个主意，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刚好第二天赵识德在家休息，吴家就请了2天假。回到家，把自己偷了姐姐的身份证，男扮女装当保姆，照顾10名女雇主的事情向吴真真全说了。姐，我现在后悔了，你帮我出主意，还有办法补救吗？吴真真听完弟弟的述说之后，很是生气，真想给吴家2巴掌，可是他没有，使劲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静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只是用右手食指戳了弟弟吴家的脑门一下。小弟，你真是糊涂啊！要是人家雇主把你给告了，即使你没有犯法，起码名声也不好听啊，怎么对得起咱们9泉之下的父母？一提爸妈，姐弟俩眼圈都红了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原来吴真真和吴家的父母在不久前刚刚遭遇车祸去世。肇事司机是因为对社会不满，醉酒超速，在闹市区驾驶，冲进了人群，造成了重大的事故。姐弟俩的父母就是在这一场人祸当中当场失去了生命。哭了一会子之后，擦了擦眼泪，吴真真就给吴家出主意：小弟，做人一定要光明磊落，坦坦荡荡。现在既然已经做了错事，就应该马上坦白，求得人家雇主的谅解。那么即使人家不谅解，要对你进行追究，你也应该坦然接受，这样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。吴家使劲点了点头，按照姐姐所说的，回到赵识德家之后，马上就向赵识德和赵阳这父女俩坦白了自己真名叫吴家，是男扮女装的实情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们要打要罚，我都没有意见。赵识德牙关紧咬，瞪大了双眼。好啊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大体格子，说话声音也粗，感情是个流氓啊！说这话举拳就要打。慢着，被女儿赵阳给拦住了。爸，我早就感觉出来了，他是个男的。赵识德瞪着眼睛瞅着女儿。赵阳接着说，虽然他是个男人，但是并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，非常的规矩，而且现在对我写作很有帮助。吴家，你就继续留下来给我做誊稿人，我说你写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在赵阳的坚持之下，赵识德也同意了女儿的主张，帮吴家重新办了入职手续，恢复了男人的装扮，留在了他们家。眨眼之间1年过去了，赵阳完全适应了失明之后的生活，第1部小说也出版了，十分开心。最高兴的是，赵阳与吴家发展成了恋人，打算结婚，正在筹备婚礼呢。赵阳的母亲在失踪1年多之后，忽然自己回家了。原来他是接受不了女儿失明的家庭变故，心理压力太大，所以才自己离家出走的。现在情绪稳定多了，他就自己回来了。这时候才把吴家的姐姐吴真真请过来，2家人聚餐。一聊天才知道，原来吴家和吴真真的父母去世，与赵阳失明遭遇的车祸是同一场人祸之灾。大家感慨了一番，不久之后，赵阳和吴家的婚礼便如期举行。